说起二战德军的反坦克武器，估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这个88毫米的高射炮，但是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个比88炮更加神的武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门名为 SK18 的105毫米榴弹炮。作为一款榴弹炮，为了追求更远的射程，它的炮管子被做得很长，而长炮管恰好也是反坦克炮为了提升炮弹威力的做法之一。所以最开始可能是为了让这些榴弹炮在遭遇敌方坦克的时候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这玩意儿也配备了一种105毫米的穿甲榴弹，在贴脸的距离上，其穿身甚至接近220毫米，一炮就能打穿丘吉尔的正脸。而大名鼎鼎的 PAK-43 呢，在这个相同的距离上，穿身也才比它高出了一点点。为了测试它的战斗力呢，在这儿我安排了由轻到重的5种坦克。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吧。好嘞，在这儿模拟已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一台小斯图亚特。其实斯图亚特这个轻装甲无论如何都是扛不住这门炮的。但是我就是想赌，如果这门炮打偏了，然后它能不能靠这个轻坦的这个机动性冲上去把它给撞掉呢？而且这门火炮本身不是战防炮，所以它并没有配备这个炮盾，因此在这个轻坦靠近之后呢，它就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机枪来打击这些炮手。在这儿呢，我们的这个测试很意外的就结束了。不过我辛辛苦苦编辑了半个小时的场景，怎么可能就这样完了呢？果然，在第2回合开始后，这个炮手就吸取了教训，首发炮弹呢就造成了这个斯图亚特的殉爆。而在其后刷新的第2台车呢，就是这个谢尔曼萤火虫。刚才那发炮弹擦着他的车体就飞了过去，随后他就装填了一发高爆弹，把我们今天的主角给扬了。所以没办法，我又重开了第3回合。这轮谢尔曼刚一进入射程，就被一发打坏了炮塔。他们的成员组呢，爬出车子之后很不服气，然后就想用手中的冲锋枪去偷掉我们的榴弹炮组。在这儿我手动干预了一下，将他们给从游戏中删除了。第3个登场的车子呢，是这个大名鼎鼎的 TOG， 它的正面还是挺硬的，为了不让其他的车辆残骸影响它，使其将侧面露出来。在这儿我将之前被击毁的2台车给挪到了跑道的两边，然后这个 TOG 在被攻击了一下后，没有受到什么致命的伤害，他开始还击。紧接着呢，又是一发105的这个穿甲榴弹击穿了他的炮塔。理论上来说，这个105穿甲榴弹的装药应该是很高的，所以一发击穿炮塔，他就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我们将视角给到第4个登场的这个丘吉尔 AVRE。 这个工兵型丘吉尔的主炮是叫旧炮还是算迫击炮呢？它的射程是很近的，所以在贴脸之前它都不能进行回击，在这儿只能让我们的105榴弹炮来打它。首先是一发炮弹打断了它的履带，让它无法移动，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旧炮的射程太近了，这个车干脆摆烂，也就没打算转动炮塔去回击。而此时第5辆超攀也被刷了出来，为了不影响进度，在这儿我直接把丘吉尔给删掉了。可以看到超攀的手下在挨了一发炮弹之后并没有大碍，而且在进入射程后，他的车长也开始使用机枪来干扰火炮。显然这个 AI 又是懵了，所以在这里我直接进行一个微操，对超攀的手上开了一炮。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他在嘎掉了我最后一个炮手之后，还一脚油门把我的炮给撞烂了。不过这轮他打不动超攀也正常，我记得这玩意儿的附加装甲好像是切了个豹子的手上还是什么玩意儿来着，搭配上这个大轻脚，其等效防护本来就很强了，更别提潘兴自身的车体护甲也不错。所以这波测试可以证明，这门炮的穿身虽够，但用来反坦克并不怎么实用。作为一门榴弹炮，它太过笨重，而且没有安装能够保护炮组的炮盾，一被近身就完蛋了。所以在我看来，硬要拿这种大炮来反坦克的话，最好还是把它装在车上，又能在前线机动，又能给炮组提供防护。不过这就不是咱一天能讲完的了。好了，本期的看个乐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的话，还请给 UP 一个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